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吗？我非常后悔没有订特典版的，从此之后就只在官网订啦。本集来看看由千纸店出品的 Realbot 超军神，登场于超级机器人大战 OG 系列。这个系列就是把机器人大战历代的原创角色机体，还有故事背景全部统合成同样的世界观的作品。不过，因为机器人大战本身不算是特别大众的 IP 啦，所以 OG 系列可以说是精炼之后的机战迷才会比较有印象。也因为这样，感觉人气很高，但真的就只有感觉而已哦。游戏销量代表了一切，因此下一款游戏在哪里实在是不清楚了。因为这次的产品不小只，所以那个外盒也就不小盒啦。盒会有气势，整体感觉都不错。千纸链的外盒设计，快要不用特别拉出来讲啦，欣慰。超军神，这是现在官方用的译名啦，但我自己还是比较习惯用音译大前卡。是 DGG 系列的1号机，搭载特殊的操控界面，可以达成驾驶与机体的动作同步。原本有内建丰富的武装，但初登场时系统不完全，所以全部不能用。之后都有全部修好了，就不会只有一把刀能用的窘境哦。本款以千纸链来讲，算是尺寸比较大的啦，头顶高大约是25公分，加上双肩的肩饰可以达到33公分哦。也因为比较大只啊，所以这次的重量也就比较有感觉啦，大概是这么重。对照常见的2种原设定，这次有请到四田先生来做监修。不过从肩膀的尖角角度、胸部的宽度、前裙甲的造型，还有小腿的脚背装甲尺寸，都可以看得出来，本款是以游戏版的造型为主哦。面雕不错，但我个人觉得眼神可以再有杀气一点哦。宽胸细腰、粗大长腿，都完美的呈现游戏版的设计。巨大夸张的肩膀还有手臂，也让整体的身形比例更加的有气势，而且避免失衡。本款的外形比例掌控相当的出色哦。全机涂装涂好涂满，除了红色之外的颜色都是用金属漆喷涂，连灰色的部分也都是金属喷涂哦。漆面工整没有溢漆，所以上次修罗神有些地方溢漆是发生什么事啦。另外，巨大肩膀的将军烈焰，本款采用了透明零件哦，因为有配合发光机构，总算有厂商愿意重视这个武装了，欣慰。头颈部是分件，脖子仅提供向前延伸的范围，不过装上头之后，因为那个造型影响，实际可以活动的范围有限啊。另外，这次转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小心哦，因为里面有电线。头部转动的时候不要过于粗暴，也不要同方向转超过90度。身体3节式是齿轮关节，说明书有提到转动的时候不要握两边的裙架，但是握住前后太难展示了啦，所以我直接抵住它的胯下。水平转动依靠纤细的腰部，范围很不错。左右倾倒靠上胸的关节，感觉上是单侧2段，但是第2段会回弹啊，所以算它1.5段。无法向后仰，向前有2段范围。脊椎的造型避免穿帮，但没有联动设计哦。背部的推进器可以展开，但不是一般直接向上翻的设计，而是向外拉再往上翻。也因为这样，这边的零件外形感觉都比较厚实。手臂转动的齿轮关节硬到炸开啊！转动调整时最好抓住前后胸，小心操作。另外记得要先把这2片往内收，避免不小心当成支点。根部前后是没有齿轮关节的，范围往后会比往前大一点。根部还有向上的3节齿轮关节，但它一定会打到头，所以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范围啦。不过有2节范围配合手臂本身的关节，水平抬举可以算有90度啦。肩膀装甲可以独立单方向上下调整，还有这2片都可以动。上臂可以转动，下臂弯举范围优秀，而且没有关节穿帮的问题哦。但因为那个齿轮关节有一点紧啊，所以转动的时候也要抓好肩膀当成支点。手背装甲可以上下翻，也能独立的转动。本款是超高范围的全可动手手。前裙甲的红色零件是拿来遮转轴的啦。前裙甲可以向前翻开，也能跟侧裙甲一起往外翻开。这边的设计跟之前的修罗神有一点像。后裙甲有上下2块可以独立翻开。下裙甲翻开的位置感觉不够高啦，若之后要骑马的话，不知道怎么放呢。大腿3方向的关节都是齿轮关节哦，髋部的关节不是在正中央，所以可以有效的提高向前抬举的范围。但是比较担心的是髋部跟大腿转轴都是金属零件，可是2者的连接件是塑胶会有点担心那个强度问题啦。水平抬举直接超过90度，大腿可以转动，膝盖弯曲的齿轮关节够紧，也有做外形的联动设计。
但可惜这个外形影响，而且没有多做额外的设计，所以整体弯曲虽然能够超过90度，可是那个幅度就没有到特别巨大啦。脚背外盖可以掀开，也可以转动。脚跟的油压管有3节，不过因为脚踝的齿轮关节很硬啊，调整的时候支点尽量在后侧哦，避免前侧损毁。向前的幅度会比向后大。左右接地只是两边各3段的范围，但还是要小心胫骨装甲磨损哦。本款在设计的时候就有比较针对可动性的部分了，因此整体虽然感觉外形受限不少，不过实际上的可动范围算是相当不错哦。当然那个大尺寸又是合金，因此整只几乎都是用齿轮关节啦。虽然玩起来很爽，但因为那个外形尖锐凸起物不少，所以比起同样齿轮关节布满全身的双界皇帝，本款的把玩手感是会比较差一点哦。本款的发光机构有2个地方，一个是在胸部，需要4颗 LR621 电池，对应的是头部眼睛发光；一个是在肩膀底部，双肩各需要2颗 LR41 电池，对应的是肩膀的武装将军烈焰。有趣的是，本款的开关是驾驶操作杆外形的剑魂，对着对应的位置就可以启动发光机构啦。两处的发光亮度都还行啦。爽完记得要把电池拆下来哦。附属了3种表情，6张脸，差在是否对应发光机构啦。有对应的眼睛是透明零件，没有对应的就是使用涂装啦。替换方式也非常简单，头拆下来之后，脸直接向下拔出来换掉就可以啦。另外在特点版会多一个对应发光机构的咆哮脸，主要是重现游戏中放大招的时候，只有一边眼睛瞳孔发亮的气势表情哦。动力飞拳是可以飞出去的哦，但是你要手动飞出去。手臂弯举之后，后方会有一个扣点要翻开，就能把手臂给拆下来啦。调整好拳头位置，然后再把接点回正，就可以接上支架的额外接点啦。可是本款没有对应的特效零件哦。3式斩剑刀，一般版附属了2种形态。通常的武士刀形态，这次的商品尺寸比较大了，所以那个刀的尺寸也就跟着大了起来啦。通常形态的长度就有27公分咯，整把刀都有涂装，刀身跟刀刃都是金属色，刀柄握把的涂装也很仔细，虽然朴实，但是它很漂亮。展开形态，刀身与握把加起来，官方说有46公分，我实际量也确实差不多有那么大了。同样整把刀都有涂装，刀刃跟刀刃的涂装与一般形态并无二异。展开后的刀柄握把延展部分也有很仔细的涂装哦，并没有看到有仪器。刀刃展开处也有金属生铁灰色的涂装。其实应该还要有一个大车轮形态啦，但这个形态被附属在特点版里，一般版是没有这个形态的。对此相当的懊恼、懊悔、懊丧啊！但木已成舟已来不及，我恨我自己。本款无论是本体还是刀，都因为尺寸较大，相对比较重，所以为了稳稳的拿刀，有附属了2种角度的握持辅助零件哦，也对应一般形态还有展开形态，有2个尺寸可以使用。最后是地台支架，前直链现在流通用的样式，不过因为尺寸比较大啦，所以地台也是附比较大的那一个。支架除了常见的那一根，还多附了一个可伸缩的支架哦。可是这个结构跟造型真眼熟啊！与超合金魂版相比，超合金魂版的外形是采用动画版的，而本款是采用游戏版的。两者的差异度，若非玩家的话，确实就是一种大家来找茬，赶快来抢答啦！超合金魂版虽然今年的再版有对模具做部分的更动啊。但再怎么说，2款的技术年代也确实是相隔比较久啦。当然还有那个尺寸上的差异啦。更重要的是，超合金魂连码一起卖的价格都还买不起千纸链的一只啊。与 HG 版相比 ，HG 版同样是采用动画版的设定，虽然与本款的年代相仿啦，但一个是组装模型，一个是合金完成品，两者的取向定位都有很大的差异。就结构来说，两者都在自己的领域发挥得很好哦。就外形来说，两者也在彼此的定位下有很好的表现。当然，组装模型的售价要跟那个合金完成品对比，本身就不是合理的事啊。超军神在机器人大战 OG 系列里面算是相当具有人气的机体哦。当然，除了驾驶本身的硬汉暖男人设相当讨喜之外，每次登场的战斗动画总是一次比一次更有气势啊。
除了那个激战30不知道是什么鸟一样除外啦。并且机体的定位也是打王专用机，单体攻击力强悍，跟他的好基友合体技根本就是头目克星，怎能不爱？但是讲是这样讲啦，终究是提炼再提炼的激战迷才会比较熟稔的角色。但对比 OG 系列其他不只要提炼还要精炼才会知道的机体，超军神已经算是比较有能见度的量产商品化啦。要外形也有，要可动把玩也有，要会发光也有，要尺寸它也有，要重量这一次也算有哦，甚至讨厌的线上商店特点版商法也有，简直是全面。吹得那么高，难道就没有缺点吗？当然还是有啦，像是腰部关节很细会晃动，把玩时也会啪啪哒；髋部跟大腿都是金属，但是那个接点是塑胶，把玩时也会啪啪哒。外形悬空间刺很多，但因为关节都很紧，需要出点力才能转，把玩的时候也会啪啪哒。大概就是这些需要时间验证，或是玩家需要多注意的状况啦。但总结来说，我个人是玩得很满足哦。总之，无视价格及商品定位的话，本款我相当推荐。当然会希望后续也有马可以骑啦，最好那个马还能变形，但也可以预期那个价格不会太美丽。另外，如果要避免懊悔，记得狠下心来去官网买。就这样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